这是发生在印巴边界的冲突事件。时间回到几小时前，为防止巴基斯坦武装势力渗透到印度境内，印度派遣特种兵在边境设置哨卡巡逻。怎知就在士兵加罗检查行人通行证时，突然一辆汽车启动倒车出去，发现不对劲的他赶紧上前阻拦，对方开枪射击，反应迅速的加罗一枪干爆轮胎，两方展开交战。当队长掩护大家撤离之时，持枪的巴基斯坦武装分子朝队长射来，好在被加罗一把拉开，随后转身两枪解决掉偷袭的武装分子，对方身中数枪被俘，而另一名在车内的武装分子仓皇而逃。这场巴基斯坦的武装渗透以失败告终，而被俘的敌人交代出巴方在印度的窝点。可印方一行人前去搜查时，一个人影都没见到，只剩下大量的武器。就在他们装上战利品凯旋而归时，前方一个小孩赶着羊群挡住了去路。就在印方士兵与其进行交涉时，意外发生了，一枚 RPG 炮弹击中队尾车辆，深红色的火焰瞬间燃起，还不发生什么的印兵就这样一命呜呼。与此同时，大批巴方持枪向印方车队射击，印度士兵赶紧下车进行反击，但是巴方人数众多，又占尽地理优势，打得印度士兵根本无法露头回击，只能躲避在车后寻找时机。这时几名印度大兵找到机会，来到一个小坡下，躲过了巴军的袭击，而那些没能及时找到掩体的士兵，直接被巴方士兵无情射杀。眼看队友一个接一个的倒下，印兵加罗冒着危险捡起地上的 RPG， 瞄准对方的攻势射了过去。对方见局势不妙，迅速开始转移，可印方哪能这么轻易放他们离开？然而就在这反追击过程中，一名印度士兵不幸被敌方击中倒地，看着队友在眼前倒下，加罗化悲愤为力量，怒吼一声，朝着逃跑的巴方猛烈射击。他成功消灭了多名巴军，最后这支印度队伍也损伤惨重，只剩下一个人幸存。得知事情经过的印度指挥官非常气愤，他下定决心要杀光这群巴军，为自己的士兵们报仇。于是通过上级命令，他们来到克什米尔地区的军事基地，在这里商定对巴方的具体计划。不料还没商定出结果，就听见周围传来不寻常的响动，紧接着一颗颗炮弹从天而降。此时的印度士兵被打得措手不及，他们急忙就近寻找掩体，乱作一团。此时指挥官反应过来，迅速让所有士兵躲进防空洞。顷刻间，一股黑烟从地面上升起，基地内清晰可见士兵的尸体。更加不幸的是，指挥官也在这场轰炸中丧生。愤怒的印度士兵压抑着内心的怒火，他们决定对巴方展开最为猛烈的复仇计划。而这次的行动小组代号被称为谢尔沙。炮弹将巴方的房子炸得四分五裂。这支被命名为谢尔沙的印度兵，此次的任务就是要夺取巴方占领的5140山峰，将巴方赶出这片区域，以此来降低他们对印度的威胁。印军此次进行了周密部署，他们分别从两侧包抄，再加上出其不意的攻击，巴军士兵被压制在两个哨所间。这时又一批印度从背后出现，他们不断向前压进，巴军士兵被围堵，没有躲的地里。不一会儿，巴军就被杀得所剩无几，即使是躲避在哨所里也没能逃过一劫。其中一个哨卡被拿下，印军迅速向下一个哨卡围攻，可巴方士兵也不是吃素的，一方火力压制，硬生生的没让印度攻上来。印度见状，一枚 RPG 轰炸过去，巴军也拿出一枚 RPG 回击，没注意到印兵加罗已经从他们背后潜过来，又扔下一枚炸弹。好在巴军士兵反应够快，及时躲避，逃过一劫，同时也给了印度士兵一个机会。印度冲到哨卡门口，拿起刺刀冲进去杀了一名巴军士兵，然后和剩下的一名巴军士兵展开肉搏，双方你来我往，最终敌方被印度士兵刺中胸口，他们成功拿下巴基斯坦的两座哨所。这一小小的胜利也让印度士兵们瞬间膨胀，他们高举着手臂怒吼一声，然后把巴军的国旗摘下，换上印度的国旗。小组中的士兵立即把这一好消息汇报给祖国。指挥官知道后也是异常高兴，因为加罗的英勇表现得到了嘉奖，将军还亲自授勋，同时还有记者的采访。这一次的胜利似乎让他们迷失了自己。担任队长的加罗主动请缨，继续向巴军阵地深入。指挥官也非常赞同此举，于是小队再次集结，整装待发，誓死要一鼓作气把5140山峰从巴军手里夺过来。但膨胀的加罗还不知道，他们很快就会为自己的骄傲付出惨痛代价。印巴双方在5140峰发生猛烈交火，然而这次巴军早有准备，再加上他们提前占据了有利位置，利用地形打的这群印度士兵无法前进，只能躲避在掩体后。巴方火力封锁所有进攻路线，印度士兵不断的被击毙。愤怒的队长号召所有士兵一起扔手雷，一枚手雷精准命中巴方哨所，随后所有印度士兵一拥而上，攻下了一个又个的据点。队长成功拿下一个小队，亲自为战友报仇雪恨。但敌军也有手雷抵御攻击，一颗颗手雷扔出，炸倒一片印方士兵，他们的进攻再次被打了回来。
此时队长只能冒着枪林弹雨将炸伤的士兵救回，接着又单枪匹马地冲了上去。印军一枚手雷直接攻破八方防御，借此时机应方向阵地攻击，防守的八方士兵用步枪扫射，并没有一发命中，依旧压得印军寸步难行。直到印方悄悄部署了一枚火箭炮，一发炮弹射出，世界瞬间安静下来。印方以为敌人已经全部歼灭，可等到队长带人上前时，突然迎来一顿扫射。看着不断被子弹摧残的兄弟，以及身后瑟瑟发抖的战友们，队长再次故技重施，拿出手雷独自冲了出去。队友见此也一同冲了出去，紧接着一枚手雷直接拿下敌方阵地，仅剩下2名八方士兵向远处逃去，打倒所有敌人。队长急忙招呼手下来享受胜利，结果又是一梭子弹扫射而来。原来更高处还有一处八方哨所，印方躲过这轮射击，同时考虑到手里的英萨斯步枪射程不够远的问题，队长安排士兵去取敌方的 RPG。士兵绕到侧面扛起 RPG 准备射击，怎知突然一枚子弹射中胸口，原来在远处还埋伏着一名八方的狙击手，一时间印方无法破解。队长见此再次冲了上去，他凭借着风骚的走位，让敌方狙击手半天瞄不准目标。队长一路跑到受伤的士兵身旁，将他拖回安全地带。没想到队长还是有些大意，狙击手找准时击射中队长，鲜血浸透了衣衫。队长知道现在八方隐藏在暗处，如果不找出他们的藏身地点，根本无法攻下哨所。为了印度大兵的荣誉，他愿意以身涉险。此时又一发子弹打掉队长的头盔，他露出了帅气的发型。虽然身中数弹，但队长依旧奋力反击，一发发子弹射进身体里，他依旧奋力地吸引着火力，直到前去轰炸哨所的士兵发现队长已经快要阵亡。当他还在犹豫先打狙击手还是哨所时，一发子弹直击队长心脏，紧接着火箭弹击中狙击手，士兵们开始高喊着向哨所冲去。就这样，印方拿下了所有哨所。满嘴番茄汁的队长露出了微笑，他静静地看着战友举起国旗，然后欣慰地闭上了眼睛。